家好。众所周知，荷兰是一个幸福指数相当高的国家。在2022年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，荷兰在全球排名第5。那么在荷兰工作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吗？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如何在荷兰找工作。看完这一集，我相信在你找工作的道路上一定能帮助到你。我也会在视频的最后和大家分享我的亲身经验，这些年在荷兰我是如何找到工作的。我是小云，在这里我会每周和大家分享生活知识、个人经验、成长学习和融入异国生活的小技巧。近几年，外籍人士在荷兰找工作是越发的容易，只要你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你都有机会在荷兰找到工作。尤其是在疫情过后的这一年，如果你是以下这几个行业的精英，你的就业机会就更高了。这些行业包括航空业、科技业，尤其是软件工程师、金融业、医疗业，这些行业现在在荷兰都非常的吃香。在荷兰工作，首先你必须要拥有合法的居留和工作签证。你可以通过 IND 这个网站去了解你符合申请哪一种居留和工作签证。我们如何在荷兰可以找到工作呢？第一点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可是做到的人非常的少，就是根据荷兰的标准来更新简历。相信大家也有听说过荷兰人的直接，荷兰人对于简历的要求也是一样的，直接清楚，他们不喜欢看太长的简历，一般的简历不会超过2页，所以你只能把重点和必要的写在简历上，比如说你居住的城市、相关的工作经验、学历、文凭等等。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是否拥有合法的居留和工作签证，这个重点你可以把它写在标题上，因为 HR 一般都会优先考虑无需要申请签证的候选人。第二，在荷兰有很多招聘机构，他们可以帮助到我们找到工作，比如说 I'm Expat、Aspectica、English Job Search、LinkedIn 等等。如果你是想在非盈利行业里工作，你可以考虑使用 Patos、United Nations、One World 等等。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，那么你可以使用 Startup Amsterdam， 在这里面有各行各业的人士，也有融资的机会。阿姆斯特丹集中了很多国际企业，也聘请了很多外籍人士。这些国际企业一般都不会要求我们一定要会说荷兰语，只要我们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我们都有机会在那里上班。比如说 Booking.com、Netflix、Uber、ING、Philips、Heineken 等等。但是我要说的是，在荷兰，阿姆斯特丹绝对不是唯一一个聘请外籍人士的城市。在我们找工作时，我们可以把城市的范围扩大，考虑其他城市。比如说埃因霍温 Eindhoven， 它是以科技行业为主的城市。乌德勒兹 Utrecht， 它是以科学研究和游戏产业为主的城市。鹿特丹 Rotterdam， 它是以生命科学、医疗保健和医疗行业为主的城市。所以当我们在找工作时，不要只考虑阿姆斯特丹，这样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。当我们申请了一份工作之后，接下来就是面试的机会。我们面试失败，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的学历、专业文凭、工作经验，或者是不会说荷兰语，而是败在面试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的表达自己。在荷兰，大部分的老板都非常注重我们的沟通能力，尤其当我们以英语对话的时候，他们非常的在意我们是否能清楚的表达自己，而他们是否能听明白我们所要表达的事情。当然，如果你会说一口流利的荷兰语，那就最好不过了，这简直是加分加分再加分。在荷兰面试时，有一点大家要注意，有一些问题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是不会被问到的，但是在荷兰面试时，我们很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，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来荷兰，我们打算在这个国家逗留多久，我们为什么有兴趣在荷兰工作。这些问题看似非常简单，但却需要技巧的去回答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有些朋友来荷兰是因为跟随自己的先生或者是
是太太。当面试官问我们为什么要来荷兰时，如果我们直接的告诉他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伴侣而来，他会认为我们是被迫而来，而不是我们的意愿。当面试官问我们这个问题时，一方面他是好奇我们的现状，另一方面他是在考察我们是否有独立思考的能力。所以当我们收到类似这样的问题时，我们一定要从自身的角度去思考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个国家，而不是因为某件事或某一个人。另一个我们会很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国家逗留多久？如果我们告诉面试官我们自己也不清楚，或许几个月，或许几年，要看情况而定，这个答案对我们的面试一点帮助都没有，反而会让他们觉得我们随时都会离开。如果他们公司聘请了我们，对他们的公司一点好处都没有。这些问题看似非常简单，却需要我们在去面试之前好好的想清楚如何去作答。如果你在面试这一方面对自己不够自信，或是在找工作的道路上总是遇到难题，我建议大家使用 Empower Amsterdam 这一个网站，在那里有导师给予3到5次免费1对1的辅导。在辅导期间，他们将会引导你如何去应付每一次的面试，如何建立自己的自信心，如何在面试时好好的表达自己。除了这些以外，他们还会教你如何去克服每一次面试失败所产生的负能量，也会在你的简历上帮助你。3到5次的免费辅导之后，你是否要继续他们的付费服务，那是完全看你自己的意愿。所以我非常推荐给大家，如果你在这一方面有遇到困难，可以寻找他们的帮助。但是想用他们1对1的免费辅导是有条件的。第一，你必须住在荷兰；第二，你目前失业并持有有效的工作签证；第三，你需要一次性支付20欧元的注册费。如果你符合以上这3个条件，那么你就有资格参加他们的免费辅导计划。有现住海外的朋友问我，他是否应该以旅游签证来荷兰之后再找工作，还是应该先找到工作再来荷兰？这要看自己的预算。如果你的预算可以支付你在荷兰6到12个月所有的开销，那你先来荷兰再找工作也不是一个问题。但是我个人建议是你先找到工作再来荷兰，因为你的未来雇主可以为你的签证提供担保，这也让你有机会申请高技术移民签证。在 IND 这个网站，你可以找到一系列可以为高技术移民签证提供担保的公司。拥有高技术移民签证意味着说你在荷兰被聘为外国人才，而最低工资是20岁以下每月3549欧元，30岁以上每月4840欧元，这比荷兰最低工资1701欧元高出许多。而且你还会有税收优惠 30% ruling。30% ruling 意味着说你高达30%原本需要缴税的工资可以免税。接下来我将和大家分享我的亲身经验，这些年我在荷兰是如何找到工作的。老实说，透过招聘公司找工作这个方法不适合我，因为很多时候招聘公司为了赚取佣金，都会把无论适不适合我的职位和工作塞给我，希望我去面试。我不认同这样的做法，所以我选择不用他们。而我找工作的方式是透过 DNB Business Directory 这个网站，在这里我会选择我的行业，然后它将列出在荷兰跟这个行业有关的公司，我会在这个列表里找寻我自己有兴趣的公司。当然我也会看到很多我完全不认识的公司，这个时候我就会上网查询和做功课。当我选好我自己有兴趣的公司时，无论他们公司有没有空缺，我都会把我的简历投到他们的 HR。 现在有了 LinkedIn 就更加方便了，很多公司都会把他们的空缺刊登在 LinkedIn， 我们都可以直接投我们的简历给他们的 HR。 你可能不知道，大部分公司都非常欢迎我们投简历，因为这样可以帮他们省钱，他们无需要付费给招聘公司。当我投了我的简历之后，无论我的简历有没有成功被选上，一般公司都会以电邮来通知我。如果我的简历成功被选上了，我会在面试之前把这家公司的年度报告看一遍，看看他们这些年来的发展和未来的蓝图，也会看看他们的现金流和盈利，然后把我好奇的问题写下。在面试时，当我被问到是否对这家公司有所了解，这时我会把我预先做好的功课和好奇的问题表达出来。也因为我们预
先做好准备，在面试官那里都会留下好的印象。所以在你们去面试之前，对一家公司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方法适合我，或许也会适合你。如果你正在为就业而烦恼，你可以尝试这个方法。如果失败了，你没有任何损失，但是如果成功了，就是一个 big bonus。在荷兰找工作，说容易不容易，说难也不难，关键在于不断的尝试和坚持，还有的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技能，它将会为你打开更多的就业机会。我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助到你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，我祝大家好运。我是每周与你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也欢迎你分享和转发给更多你认为会对他们有帮助的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